如果外星人找到了旅行者号的金唱片，会不会立马飞到地球消灭人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太空中的危险游戏。3, 2, 1. We have ignition and we have liftoff. 在太空探索刚起步那会儿，大家对人类宇宙征程的未来满怀憧憬。可现在回头看，当时做的一个决定，如今看着可能是个挺严重的错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和美国著名的外星猎手德雷克合作设计了一些地图，还把它们装在了旅行者号探测器上。这些地图本意是为了引导外星生命来地球，但却可能无意间把我们地球和人类置于危险之中。那张黄金唱片就像是一个地球声音、图像和音乐的时间胶囊，本意是传递和平的讯息，也是和潜在外星生命交流的一种方式。唱片的铝制外壳上刻着使用说明，还有一张独特的银河地图。这地图标注了太阳系相对于14颗脉冲星的位置，每颗脉冲星都用一条从太阳延伸出来的线表示，线的长度大概就是脉冲星和我们太阳系之间的距离。这些脉冲星线还标着2进制代码，翻译过来再乘以一个特定的时间单位，就能得出脉冲星的旋转频率。德雷克选这种方法是想提供一个通用的时间基本单位，不管外星文明用什么计时，系统聪明的他们都能算出来。黄金唱片里的内容倒是能让人窥见地球生命和文化的多样性，里面有115张图片，各种自然声响，不同文化和时代的音乐选段，还有55种语言的口头问候。选这些五花八门的内容，是想展示我们星球和生物的丰富与美好。那时候把这些信息发送到太空，被看作是件高尚又让人兴奋的事，是一种伸向星空和其他文明建立联系的方式。不过这种充满希望的向外接触，和另一种对宇宙交流更谨慎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典型就是黑暗森林假说。这个理论认为，宇宙可能并不像黄金唱片的创作者想的那么友好。按照黑暗森林假说，宇宙里到处都是文明，每个文明都在虚空中默默前行，小心翼翼地不向未知的存在暴露自己。在这个比喻里的黑暗森林中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像点起一堆火，可能会温暖朋友，但也会引来捕食者。从这个角度看，发送黄金唱片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充满希望的举动，不如说是一场冒险。它就像个灯塔，宣告着我们的存在和位置。觉得外星文明可能会对地球构成威胁，这种想法源于人类自己的征服和殖民历史。当两个科技水平悬殊的文明接触时，结果往往对落后的一方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认为这道理放到宇宙尺度上可能也一样，地球说不定会成为更先进、更好斗的外星物种的牺牲品。霍金也担心，要是存在先进的外星人，他们可能不会善待我们，说不定会把地球当成可以掠夺的资源。这观点说明，像发送黄金唱片这样向太空传递信息，可能会无意中招来危险。那假设旅行者真的因为可能引来不怀好意的外星人而对地球构成威胁，我们有没有可能关闭他们，或者修改程序让他们自毁呢？要是关闭探测器的尝试失败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考虑到探测器已经飞了那么远，要准确定位和摧毁，他们需要哪些技术进步呢？现在旅行者号正以大约17公里每秒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穿梭，已经飞了极远的距离，想拦截并改变他们的轨道难度极大。有个假设的解决办法是用强大的激光摧毁他们，把强光聚焦在航天器上，说不定能把它们气化，这样黄金唱片和上面的地图就不复存在了。但这种方法也有自己的问题，技术上能不能实现还说不准。而且试图摧毁探测器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会被外星文明发现，反而让我们更引人注目。所以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关键是要找到隐秘的方法，确认探测器被销毁了又不会进一步暴露我们。另一个办法可能是制造更快更先进的航天器，追上并摧毁旅行者号。目前速度最快的是帕克太阳探测器，最高能达到190千米每秒，但要追上旅行者1号还是得花大约35年。想更快拦截，就得有速度快得多的航天器，这得靠尖端的推进技术。旅行者虽然是近50年前发射的，但最近才进入星际空间，要到达另一个恒星系统，大概还需要4万年。要弄明白外星文明要具备什么技术水平，才能获取并解读黄金唱片，我们得想想每个环节都需要哪些能力。外星文明需要先进的望远镜和传感器，才能在星际空间探测到旅行者号。这可能得有超大、超灵敏的望远镜，能捕捉微弱电磁信号的先进传感器，还有复杂的算法把航天器从背景噪音中分辨出来。要实际抵达旅行者号，外星文明得掌握星际旅行技术，可能会用到超光速旅行、虫洞或者像反物质这样的先进能源。不过就目前来说，超光速旅行和我们现有的物理学认知相矛盾，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说真空中没有什么能比光速还快。但也有一些理论，比如阿库别瑞曲速引擎，提出可以通过弯曲时空来实现有效的超光速旅行。不过这还只是理论，而且需要尚未发现的奇异物质。等它们到达旅行者号，还需要先进的机器人和操控设备，才能安全捕获并研究探测器，还不能损坏它或者黄金唱片。他们还得有精密的扫描和成像技术，来分析航天器和黄金唱片的组成与结构。从这些来看，能获取并解读黄金唱片的外星文明，在科学认知和技术能力上可能比我们先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在浩瀚的银河系里，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先进的文明，有能力探测并拦截旅行者号呢？这可能性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银河系里恒星的密度、宜居行星的数量，这些行星上生命出现并进化的可能性，还有科技文明的寿命。目前估计，银河系有1000到4000亿颗恒星，其中很多可能都有行星系统，但恒星之间的距离太远，和另一个文明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性其实挺低的。不过，就算外星人发现黄金唱片的可能性极低，光是想到我们可能需要毁掉它们，就足以说明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存在是有潜在危险的。尽管黄金唱片和黑暗森林假说引发了这些担忧，还是有一群科学家计划向太空发送新的信息，叫瓶中信计划，目的是和潜在的外星文明交流。这个项目虽然体现了人类一直以来想和宇宙接触的愿望，但批评者认为，发送关于地球的详细信息可能会无意中让人类面临来自意图不明的外星文明的风险。他们强调要谨慎，援引预防原则，在没有科学共识的情况下，不要做可能造成伤害的事。旅行者号探测器和他们携带的黄金唱片，既是人类好奇心的见证，也提醒着我们未来可能潜藏着未知的风险和挑战。